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承不承认你打碎了花瓶？啊，真不是我。柳霜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赶出柳家。不是你还有谁？我亲眼看到你还在撒谎。妈，我没有撒谎。姐姐，你就承认吧，别让妈这么生气。妈，您别气坏了身体。还是倩倩知道心疼妈，不像这个不孝女。妈，真不是我。到现在你还在撒谎，我平时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吗？除了这次，还有前几天宴会的礼服，是不是你故意烧的？礼服不是我烧的，妈，都是我。那这一次是你了。还有上个月你抄袭倩倩的论文。妈，我没有抄袭，老师都找到家里了，还说你没有抄袭。柳霜啊柳霜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自己做错了事，看倩倩做什么？难道你想说这些事都是倩倩做的吗？妈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竟还狡辩！老师家访的时候就说你在学校还一直欺负倩倩。妈，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？我相信。你我怎么相信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个不孝女？姐姐，你千万不要做什么傻事啊！这里可是2楼。倩倩别管他，他要是想跳，就让他跳，我宁愿没生过他。既然您不相信我，那我就证明给您看。这是哪里？头好痛。我的皮肤怎么变得这么白？身体也变得好轻。双双，我怎么会变成双双？双双！这是进入自己女儿的身体里了，可记忆还是我自己的。倩倩，柳霜，你没资格叫我小名。妈现在昏迷不醒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命还真是大，这样都没摔死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时候了你还装傻？爸马上就回来，到时候等爸知道情况后，有你好受的。倩倩，我是你是什么事？别在我面前装可怜。要不是我要在妈面前装乖乖孩，你还真以为我会叫你姐姐？想当我姐姐你也配？赶紧滚出柳家，不要脏了我的眼睛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倩倩说只是在我面前装乖乖女，看她的样子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倩倩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成了双双，那双双呢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我自己的身体。夫人从高处坠落，头部受到撞击，导致颅内淤血，暂时昏迷。动手术啊，取出淤血就行。夫人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健康，明天下午就可以进行手术。谢谢医生。赶紧滚，看到你就烦。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，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女儿？爸，您别生气，姐姐也是一时生气才会把妈推下去的，姐姐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倩倩，你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姐姐，你赶紧道歉，爸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倩倩怎么变成这样？难道倩倩一直在污蔑双双吗？
双双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别在我面前装可怜，要不是我要在妈面前装乖乖孩，你还真以为我会叫你姐姐？想当我姐姐你也配？倩倩，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难道双双之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还愣着干嘛？给我滚回房间反省！没有我的话，不准出来！柳倩倩啊，柳倩倩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女儿，居然装得这么像，还真是辛苦你了。天辰还真是狠心，竟然饿了我整整1晚。唉，我有什么资格说天辰心狠？我不也是这样对待双双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吃饭？你说什么？想吃饭？你的饭在这里。怎么可能？双双每天的早餐就只有这个吗？发什么呆？你不是一直都这么吃的吗？要吃就赶紧吃，不吃赶紧滚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双双怎么会？还为什么？真不知道是你命好还是命不好。说你运气好能出生在柳家，说你命不好，自从3年前被夫人找回，妈不疼，爹不爱，过得连养女都不如，在柳家连狗都不如。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脸继续留在柳家。自从3年前找回双双后，我眼里只有养育了20年的倩倩。我确实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，是我亏欠双双太多了。让开！倩倩小姐，这是您的早餐。怎么，想吃啊？快吃吧，赏你的。柳倩倩，在我面前装出一副乖乖女，在外人面前就是这样欺负双双的。柳倩倩，她怎么敢这样做？不吃？不吃就别吃了。王姨，把饭菜倒掉。好的，小姐。现在不能冲动，要冷静。我现在是双双，不能让双双再受委屈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我和双双的情况。只要回到自己身体，我一定不会再让双双经历这些。我记得双双是医学院毕业的，图书馆里应该有相关的资料。等妈醒过来，一定要让妈把你赶出柳家。只有倩倩小姐这种有能力的，才配做柳家的继承人。王姨，你放心，回头我就让爸给你涨工资。多谢倩倩小姐。送我去学校。这是倩倩小姐的车，你也配坐？自己走路去。好，今天的事我记住。没想到家里任何一个人都能欺负双双。双双，等妈回到自己身体，一定给你做主。刚刚那眼神怎么那么像董事长？不愧是董事长的亲生女儿啊！送我去商场，我要跟闺蜜逛街。倩倩小姐，请上车。终于找到了，原来我和双双这种情况叫做磁场记忆错乱。原来如此，人的记忆是储存在大脑中。当时我和双双一起坠楼，在强烈的情绪下产生特殊磁场，所以在这种特殊磁场下，导致我和双双的记忆发生了交换。书里说，只要再次产生这种磁场，或者受到刺激情绪，就可以将记忆交换回来。今天下午我的身体就要做消除淤血手术，或许就可以醒来。倩倩姐，那不是柳霜吗？柳霜？走，我们过去。柳霜，你耳聋了吗？我让你站住！有事快说，别耽误我的时间。柳霜，你竟敢跟倩倩姐这么说话，抄袭了倩倩姐的论文，居然还有脸来学校，赶紧滚出去，别丢人了。让开！哎，柳霜，这2天长本事了，居然敢顶嘴！现在就让你回忆一下顶嘴的代价。你还敢躲！
柳霜，你居然还敢还手！柳霜，等妈醒了，我会让你知道对我出手的代价是什么。代价，柳倩倩，等我回到自己身体，我会让你好好体验双双经历过的一切。只要你现在给我磕头道歉，我就大发慈悲原谅你。够了！柳霜，记住你现在的样子，等妈醒了，我一定让妈罚你跪在门口，到时候就算你求我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柳倩倩，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是这种人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评论？要不是你3年前被妈找回来，我已经是柳家继承人了。你现在这样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同样是柳家女儿，你有什么资格跟倩倩姐比？我要是你，早就离开了。留在柳家真是丢人现眼。原来这就是他的目的，为了让我和天辰讨厌双双，一直诬陷，让佣人欺负双双，好让我把双双赶出家，就是想继承柳家的一切。是我当初太相信他，才导致双双一直受气。双双，是妈错了。识相点，自己滚，别等妈醒了后把你赶出柳家。柳倩倩，你给我闭嘴！这2天的事我记住了，等我恢复后，柳倩倩，我会让你好好体验这到底是什么感觉。倩倩姐，她是不是脑子摔坏了？怎么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？是啊，怎么跟个神经病一样？刚才柳霜的眼神怎么那么像妈？难道我疯了？竟拿柳霜那个贱人跟妈比！倩倩姐，现在怎么办？她刚才这么嚣张，倩倩姐，你能咽下这口气吗？今天我就让她知道，谁才是妈最喜欢的女儿。通知董事长家属，手术很成功。这个时间手术应该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就差我和双双的记忆换回去了。双双，是妈对不起你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柳霜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谁才是柳家真正的大小姐。柳倩倩，你敢！一个从外面找回来的野种而已，有什么不敢的？给我跪下！今天谁都帮不了你。柳倩倩，你给我等着！等着？你放心，等妈醒了，她也会狠狠教训你。谁让你欺负我这个妹妹的？夫人，你怎么样？医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柳先生，夫人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回到自己身体了。双双，立刻备车，带我去找双双。倩倩姐，现在怎么办？她应该没事吧？怕什么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倩倩小姐，董事长已经醒了，正在去找您的路上。太好了！怎么了？我妈已经醒了，马上就到。还是倩倩姐在阿姨心里最重要，不像这个野种，阿姨问都没问。是啊，阿姨可是知道谁害得她昏迷，怎么可能还想见她？这下继承人肯定是倩倩姐了。等我成了柳家继承人，绝对不会忘了你们。头好疼，这里是哪里？我好像做了一个梦。柳霜，看来你还是不够清醒啊，让他清醒一下。对不起，倩倩，我现在清醒了，不要打我，我马上离开。之前不是挺嚣张吗？现在想装可怜离开，晚了。这就是你顶撞倩倩姐的代价。董事长，学校的方向是那边。谁说我要去学校了？双双，是妈错了，是妈对不起你，妈马上就到，以后妈再也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这就是你顶撞倩倩姐的代价。你们在干什么？
你在干什么？妈，您来了。妈，是他们看到姐姐欺负我，所以才推了姐姐一下。是啊。你说双双欺负你？妈，您知道的，我这么喜欢姐姐，我怎么会做出欺负姐姐这种事儿？你喜欢双双，要不是我经历过，还真被你这副乖乖女的样子骗了。妈，阿姨，确实是柳霜欺负倩倩，我们看不惯，所以才……是啊，阿姨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怎么会对柳霜动手啊？好，很好。果然，我只要在妈面前装乖乖女，妈就会信我。你们说双双欺负柳倩倩，所以才动手。那这是什么？妈，那是姐姐拿过来的。棒球棍是双双拿过来的，那上面的血和双双的伤呢？难道是双双自己打自己吗？妈，您听我解释。李秘书，董事长，报警！我要让他们为今天的事儿付出代价。是。柳倩倩，现在让你赎罪还太早，你等着，你对双双做过的一切，我要让你10倍、100倍的还给你。董事长，我们真的没有欺负柳霜，你问倩倩姐，真不关我们事儿啊，您就饶了我们吧。倩倩姐，你快跟董事长求求情。妈，姐姐现在也没事，您就放过他们吧，他们只是帮我，真没欺负姐姐。您还不信我吗？信你？就是因为信了你，双双才受了这么多委屈。要不是我成为了双双一段时间，还真就信了你这副虚伪的面孔。你姐姐都受伤了，你还帮他们说话？妈，我怎么会舍得姐姐受伤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，如果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受伤。妈是不是糊涂了？居然偏袒柳霜这个贱人，看来是刚做完手术，脑子还没清醒。老实点儿，不该说的别说，到时候妈也救不了你。妈，我没事儿，您别怪倩倩了。妈，您看，我就说姐姐没事儿吧。别叫我妈，我没有你这种女儿。李秘书，董事长，通知下去，取消柳倩倩周氏集团一切福利待遇，同时对外宣布，柳倩倩不再是我的养女。妈，你说什么？闭嘴！董事长，我们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。双双姐，我们道歉，我们真不是故意的，你就放过我们吧。欺负了我女儿，还想求原谅，我要让你们牢底坐穿！妈，你要为了柳霜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吗？断绝关系？你不过是个养女而已，柳霜是我亲生女儿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妈，我头好痛。双双，妈带你去医院。完了，倩倩姐，我们完了！倩倩姐，你救救我们啊，不然我们一定会坐牢的。别着急，我给我爸打个电话。爸，妈她不要我了。什么？没事没事，倩倩你妈就是生气了，放心，她冷静后就会原谅你，说不定还会给你买礼物赔罪呢。这样的吗？我知道了，爸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放心，你们不会有事了。我妈就是生气了，等她气消后，我会帮你们说话的。谢谢倩倩姐，以后只要倩倩姐有吩咐，我们一定办到。没错，以后倩倩姐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别担心，伤势看起来严重，但只是皮外伤，注意别沾水就行。谢谢。我真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，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物质上，双双都比不上柳倩倩那个白眼狼。双双，你现在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谢谢妈关心。对不起，双双，都怪妈信错了人，妈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妈，我有点累，想先回去休息一下。累了就好好休息。妈，您刚醒也要好好休息。放心吧，妈会照顾好自己。
李秘书，董事长，送双双小姐回去，顺便帮我办点事儿。是董事长。我的女儿不能比一个白眼狼养女过得还差。双双，你受的委屈，妈一定会100倍补偿你。夫人，您刚做完手术，应该多休息。怎么给大小姐买这么多礼物？等双双回来后，看到这些一定很开心。董事长，有个视频会议需要您参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站住！别想着在妈面前装可怜，你真以为妈带你去医院是关心你？在妈心里，你永远都比不上我。我明白，明白就好。以后在家里认清自己的地位。今天就是给你一个教训，如果再有下次，就不会这么简单了。大小姐，您回来了，夫人给您买了很多礼物。全球限量的驴牌包包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奥斯顿大师亲自设计的蓝宝石项链，果然妈还是最喜欢我的，不然怎么会给我买礼物？看到没有？这些礼物你一辈子都没资格碰。王姨，给我拿到房间去。好的，小姐。双双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开心？妈，我没事。我给双双买的礼物呢？夫人，我给双双买的礼物呢？我帮倩倩小姐拿到房间了。你，谢谢妈给我的礼物，好看吗？妈，小姐天生丽媚，穿什么都好看。够了！妈，您别生气了。这是我给双双买的礼物，谁允许你擅自拿走的？还有，我说过，你不再是我周月的女儿，谁允许你进来的？妈，这不是你给我赔罪买的礼物吗？闭嘴！你没有资格喊我妈。至于赔罪，你也配！立刻给我离开这里！怎么回事？刚才在门口就听到吵吵闹闹的。爸妈不知道发什么神经，给我买了这么多礼物赔罪，我穿上后他又生气。穿就穿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这些礼物不就是给倩倩赔罪的吗？就是，还是爸疼我。放心，倩倩有爸在。老婆，你别闹了，倩倩不就是犯了个小错误吗？你至于吗？小错误？你自己问问他，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儿？好了好了，别上纲上线了，一件小事而已。对比这3年来，柳霜有倩倩乖巧吗？不是故意打碎花瓶嫁祸给倩倩，就是故意烧毁宴会礼服，导致没有和其他公司续约，更是抄袭倩倩的论文，甚至还把你推下楼。我宁愿没有这种女儿。天辰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行了妈，大不了我脱下来，不要了。好啊，那你立刻把衣服脱下。妈，你没听到吗？立刻把衣服脱下来，那是双双的东西。脱就脱。你怎么能这样对倩倩？她可是最心疼你的，你……哎，双双，别伤心，妈明天再给你买。妈怎么会突然对我这么好？没事的，妈，既然倩倩喜欢，那就给她吧。双双，妈以前对你不好，你放心，以后妈一定会补偿你的。明天就是你生日了，到时候妈给你举办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。妈，双双，你放心，以后妈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妈，谢谢你，那我先去休息了。去吧。柳倩倩，既然你这么不要脸，那明天我会当众宣布，双双才是我真正的女儿。我要让你认清现实，你对双双做过的一切，我会加倍奉还。倩倩，爸妈，他为了柳霜那个贱人竟然这么对我。倩倩，你妈最疼你了，只是她现在还生气。看来还是那件事，柳霜啊柳霜，你真该死！要不是你，妈怎么会这样对我？你放心，等妈原谅我，我一定会让你加倍痛苦。倩倩啊，你也别多想，
其实你妈还是很在乎你，她前几天就订好了云顶天宫，专门给你过生日。明天晚上你好好跟你妈道个歉。什么？云顶天宫？真的吗？爸还会骗你吗？看来妈还是爱我的。柳霜，你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，等明天晚上的生日，我就让你知道，到底谁在妈心里的位置更重要。妈，真的给我举办了生日宴会。哇，倩倩姐，你也太幸福了吧！倩倩姐，恭喜你，今天生日，周总应该要宣布把股份转让给你了吧？倩倩姐漂亮又聪明，还有孝心，周总会选择倩倩姐，不是情理之中吗？那肯定啊，谁说养女就不能继承豪门集团的？不像那个柳霜，整天穿得破破烂烂，哪有一点大小姐的样子？在我们大家心里，倩倩姐才是柳家大小姐。就是那个柳霜拿什么跟倩倩姐比？倩倩姐，你看那是不是柳霜？还真是她。走，我们过去。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散会。李秘书，双双的生日礼物和股份转让合同准备好了没有？董事长放心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双双，今天的生日宴会，妈就要当众宣布，你才是我真正的女儿。柳倩倩，你对双双做的一切，我会一点一点让你感受痛苦。柳霜，倩倩，你来干什么？妈说今天给我办生日宴会。你说今天的生日宴会是妈专门给你办的？对。你也不看看你穿的什么，就这样，你有什么资格说生日宴会是给你办的？倩倩姐说的对，柳霜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样，居然说周总亲自给你办生日宴会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生日宴会分明是给倩倩姐办的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柳家大小姐了？跟倩倩姐比，你配吗？你现在这副样子啊，就是在给妈丢人啊！我没有骗你们，这真是妈给我举办的，妈还给我订了6层蛋糕。妈怎么会给你订6层蛋糕？你脑子是不是被打傻了？蛋糕来了，我倒要看看这蛋糕周总给谁订的。那还用看，肯定是给倩倩姐订的。那当然了。怎么可能？真是柳霜的名字，周总是不是搞错了？倩倩姐，是不是因为那天的事儿，所以周总才这么生气？没错，肯定是因为那件事。你们放心，等妈来了，我好好道个歉就行。怪不得，我就说嘛，柳霜她怎么配得上？不是的，生日宴会真是妈给我准备的。够了！到现在你还在装！这就是你跟倩倩姐作对的代价。倩倩，你明明什么都有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柳家大小姐，包括爸妈也那么喜欢你，你到底为什么一直欺负我？柳霜，你什么意思？谁欺负你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到倩倩姐欺负你了？这场生日宴会明明是周总给倩倩姐举办的，都到了这种时候，居然还想跟倩倩姐争，你拿什么争？柳霜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谁才是妈最喜欢的女儿。柳副总，恭喜啊！从今天开始，周氏集团就有一位优秀的继承人了。周氏集团在周总手里，那可是蒸蒸日上啊！柳副总，以后合作上的事儿，还需要您多向周总说说好话。好，好，好，各位老总放心，请。怎么回事？爸，柳霜她故意捣乱我的生日宴会。柳霜，你不好好在家里待着，来参加倩倩的生日干什么？好好的生日宴被你搅成这样了，这就是周总的亲生女儿，真是。谁能想到，堂堂豪门千金居然是这样，哪里比得上倩倩小姐？刘副总，你还是处理一下吧。倩倩，交给你了。好，柳霜，今天我会让你彻底知道，你在爸妈眼里就是一个野种。
你们两个把他给我关进杂物间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要放他出来。几位见笑了，等我老婆来，我们就签订合同。那就麻烦柳副总了。这些礼物，双双肯定喜欢。妈，您来了。双双呢？妈，您说什么呢？姐姐怎么会在这里？是啊，今天是倩倩生日，每年过生日，双双不都不在吗？今天是双双的生日，她不在谁在？妈，我真不知道姐姐在哪儿，不信你问爸。老婆，就算倩倩做错了什么，你也没必要发这么大火。今天可是倩倩的生日，倩倩，过来给你妈道个歉。够了，不要让我再问第3遍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周总不喜欢亲生女儿吗？是啊，今天可是周总趁着生日宴会把公司股份转让给柳倩倩的，怎么会生自己女儿的气？应该是那位柳倩倩做了什么事儿，才让周总这么生气。说，双双在哪儿？周总，我们真不知道。柳双她根本就没来。李秘书，给我看着他们。是，董事长。双双，妈，双双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妈，我真没骗人，我今天是来过生日的，他们不相信。都是妈的错，妈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来。你放心，妈是不会放过任何欺负你的人。是谁做的？妈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姐姐她故意来捣乱，还把现场弄成这个样子。妈，我没有。对，周总，都怪柳双捣乱倩倩姐的生日会，我们才还手的。柳双还说，今天生日宴会是您为了她举办的，这怎么可能？谁不知道您最喜欢的是倩倩小姐？妈，上次的事是我错了，您就原谅我好吗？老婆，倩倩只是犯了个小错误，你就原谅她吧。是啊，周总。今天可是你把周氏集团股份转让给倩倩小姐的大好日子，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大动干戈。没错，柳副总和我们都看到了。你的生日宴会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今天是给你过生日？什么？老婆，你在说什么？今天不就是倩倩的生日吗？今天是她柳倩倩的生日没错，可我什么时候说过给她过生日？妈，您在说什么？今天这场生日宴会本就是我给双双举办的。老婆，就算你再怎么生倩倩的气，也不能拿这种事开玩笑啊！那倩倩该多伤心。生气？我为什么要跟她柳倩倩生气？刘副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倩倩小姐做了什么事，才让周总这么生气？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办一场生日宴会也合理。双双，生日快乐！这是妈给你的礼物。以前妈没有陪在你身边，是妈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。这条项链上刻了妈和你的名字，以后妈会一直陪着你。妈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宣布，柳双就是我周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周氏集团的继承人。这怎么回事？不应该啊！周总不是最喜欢倩倩小姐了吗？是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妈，您到底在说什么？你怎么能把周氏集团给他？柳双他有什么资格？老婆，今天可是倩倩生日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天辰啊天辰，你终究没有看清柳倩倩这白眼狼的真面目。今天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双双之前受的委屈全讨回来。双双没资格，难道你就有资格吗？我为什么没资格？妈，你不是最喜欢我了吗？最喜欢？你是不是忘了，
我跟你已经断绝母女关系，你刘倩倩早就不是我女儿了。要是柳霜继承周氏集团，我们岂不是完蛋了？现在怎么办？倩倩姐，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。妈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知道是因为前几天我几个朋友对姐姐做了过分的事，但他们也只是为了保护我而已，您就别生气了好不好？老婆，倩倩都认错了，你就原谅她吧。原谅？就凭她之前做的事，就算下跪道歉也弥补不了双双受的伤害。你到底胡说什么？倩倩怎么会伤害双双？妈，您不要听柳霜话说，我怎么会骗您呢？妈会不会又像以前一样原谅倩倩，不相信我？双双别怕，有妈在，你不用怕任何人。柳倩倩，到现在你还狡辩，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双双，你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柳倩倩做过的事说出来。放心，妈在这里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唉，双双还是太善良了，柳倩倩就是看中这点才敢欺负双双。那天我跟柳倩倩对峙，然后她看到妈您过来，直接打碎花瓶，假装摔倒，说是我做的。礼服也是她烧的。那天我想去找妈解释，就看到柳倩倩进妈房间。至于论文，是她柳倩倩抄袭我的，她的论文还不值得我抄。够了，妈，您不要听柳霜胡说，我没有，这不是真的，她在撒谎。居然是这样，没想到这柳倩倩是这种人。那柳倩倩虽是养女，可柳霜是周总亲生女儿啊！不可能，倩倩姐绝对不是这种人。倩倩姐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儿？没错，我们相信倩倩姐。双双撒谎，你真以为我没证据吗？什么证据？你之前说双双弄坏你的裙子，我扇了双双2巴掌，还罚她跪了1天1夜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跟这些有关系吗？从那之后，我就让人在家里装了微型监控，后来忙于工作忘记了。你要不要我把监控放到大屏幕上给你看看？什么监控？老婆，为什么这件事我不知道？你现在知道也不迟。柳倩倩，你要不要再亲眼看看你自己究竟做了什么？妈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，你要相信我。相信？就是因为相信这个白眼狼，双双才受了这么多委屈。今天就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双双之前受的委屈全讨回来。老婆，你肯定弄错了，倩倩怎么会是这种人？中间肯定有误会。没有误会，我没有。柳倩倩，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。林秘书，董事长，把视频投到大屏幕，让所有人看清柳倩倩的真面目。是。不行，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姐姐她撒谎，她在欺骗你。没错，这一切确实是我做的，真是她做的。没想到这柳倩倩居然有这么深的心思，幸好周总没有把集团交给她，否则……真是没想到。是啊，谁能想到居然对自己姐姐这样？柳倩倩，没想到你自己承认了。实话告诉你，家里根本没有监控。什么？没有监控？柳倩倩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老婆，今天场合特殊，有什么话我们回去说，不要让外人看笑话。天辰，你还没看清柳倩倩的真面目吗？难道你还要偏袒她吗？老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倩倩也是我们的女儿啊！我没有这种女儿。妈，为什么？我可是待在您身边20年，这一切是我做的没错，可我都是为了您和爸呀。自从他3年前回来后，您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爱我，您把所有关心都给了柳霜，那我呢？我也是您女儿啊，妈。都是因为柳霜这个贱人，都怪她。如果不是她，我今天就能继承周氏集团，我还是妈您最喜欢的女儿。妈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啊，您为什么不理解我？你给我闭嘴！就凭你对双双做的这些事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理解你？妈，你难道真为了柳霜这个贱人不要我吗？她不是贱人，她是我女儿。你宁愿要这个从贫民窟接回来的贱人，也不愿意要我这个养了20年的女儿。一个养女而已，
有什么资格当我女儿？好，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女儿，那我走。我毕竟陪了妈20年，妈肯定舍不得我走。等下妈肯定会叫住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就知道妈肯定舍不得我。来人，东西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以后你就不用回去了。什么？把柳倩倩还有她的东西给我扔出去。是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妈。你呀，倩倩。不对劲，天辰对双双和柳倩倩的态度完全不一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来得好好调查一下。李秘书，董事长，帮我去调查一件事情。是，董事长。没想到前一秒还是豪门千金的柳倩倩，下一秒就被赶出去了。是啊，还好周总认清了，不然周氏集团真要交给柳倩倩，能撑多少时间？恭喜周总看清局势，以后我们两家的合作还要柳大小姐多多上心。是啊，周总，以后还请柳大小姐多多关照。各位放心，双双既然继承周氏集团，以后跟各位的合作肯定会放在心上。倩倩，爸，您别拉我，妈已经不要我了。你还不知道你妈吗？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怎么会真心把你赶出家？而且你妈都说了没有监控，谁知道你这么单纯，直接承认了。对，爸说的没错，本来就没有监控，肯定是柳双那个贱人在妈面前告状，不然妈怎么会这么生气？可是我已经被妈赶出家了，还有权利去公司吗？倩倩，难道你忘了爸还有公司10%的股份吗？只要你进了公司，以你的能力肯定比柳双强，倒是你在公司做出成绩，还怕柳双吗？爸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怎么会比不上柳双？这才是我的好女儿。柳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双双，你马上就要担任周氏集团总裁，要好好准备一下。妈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要有压力，一切有妈在。那就先让双双从家里开始，王姨还有那个司机，就让双双自己解决。双双，妈期待你的改变，我现在去处理一下工作。我一定会的，妈您放心吧。谁允许你坐沙发的？你什么你？难道你忘了倩倩小姐说过，这个家你没有做的资格？这是我的家，倩倩已经被妈……什么你的家？只有倩倩小姐才是柳家真正的千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等夫人气消了，把倩倩小姐找回来，你以为你还能待在柳家？赶紧给我走！够了！夫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这么对我女儿？夫人，来人，把他还有他东西都给我扔出去，以后不准踏进柳家一步。什么？夫人，您怎么能赶我走？我在柳家伺候了您20年，愣着干什么？拖出去！夫人，我错了，都是柳倩倩让我这么做的。夫人，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双双，明天你就要正式担任周氏总裁了，你这个样子，妈怎么放心得下？对不起妈，我让您失望了。妈没有怪你，是你太善良了，就是因为你太善良，柳倩倩才敢这样欺负你。以后你可是周氏总裁，身为总裁就要有总裁的样子。妈希望刚才那种情况是最后一次。双双，你不会让妈失望的，对吗？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，这才是妈的好女儿。一会儿妈给你讲一下周氏集团的现况，你好好了解一下。谢谢妈。妈，不愧是我女儿，这样子跟我年轻时一个样。妈，您现在还年轻着呢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周氏集团总裁，好好表现。放心吧，妈，我一定不能让妈失望。集团内有个石经理，他的能力很不错，刚好集团有个项目在，你要向他好好请教。我知道了，妈。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去公司吧。
柳霜，你干什么？我不是说过这辆车只有倩倩小姐才能坐吗？我刚把倩倩小姐送去公司，这柳霜就来了，难道她也要去公司？从现在开始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开除我？你凭什么开除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就凭我现在是周氏集团总裁。你周氏集团总裁？现在是大白天，你做什么梦？总裁好。这是妈安排的吗？你怎么可能是周氏集团总裁？总裁是倩倩小姐才对。我不想看见她。妈，我没有让你失望。双双，你没有让妈失望，以你的能力，能轻松掌握周氏集团。李秘书，让你调查的事情如何了？已经有线索了，最多几个小时就有结果。我知道了。倩倩，你要记住，以前在家里无论怎样都是小打小闹，只有去了公司，为公司做出业绩，才是真正的能力。我知道了，爸。至于你去公司的事儿，爸已经安排好了。对了，今天集团内部开会，有个投资计划，你只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你就能在公司站稳脚跟，到时候你妈一定会开心。你妈一开心，肯定会重新接受你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拿下这个项目。好，爸相信你。柳霜，你给我等着，只要我拿下项目，妈高兴了，我还是妈最喜欢的那个女儿，到那时我一定会把你彻底赶出柳家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算了，我也不喜欢这种排场。今天公司的新任总裁就要到了，高层们都在等着呢。新任总裁应该是柳倩倩小姐吧？周总带她来过公司，我还见过呢。那肯定啊，柳副总已经在工作群通知了，今天柳倩倩小姐正式入职公司。请问一下，总裁办公室在哪儿？找总裁，请问有预约吗？预约？没有。我们总裁很忙，没有预约，没时间见无关紧要的人，还请离开。我是柳霜，周月的女儿。周总的女儿？周总的女儿不是柳倩倩吗？什么时候又多了个柳霜？怎么？要不要打个电话确认一下？不用不用，周总还有一个女儿，确实是叫柳霜。那还要我打电话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现在就带您去总裁办公室，这边请。公司不是有个投资项目吗？让人把项目的全部资料送过来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刘总，倩倩小姐来了，我先走了。柳倩倩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柳副总，倩倩小姐都安排好了吧？好了。柳副总放心，最大的办公室已经给倩倩小姐安排好了。公司不是有个投资项目吗？立刻把相关的资料送到我办公室。倩倩小姐放心，马上就送到您办公室。倩倩，好好工作，爸相信你。爸，您放心。小王，倩倩刚到公司，你多帮衬一下。柳副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协助倩倩小姐。柳倩倩可是周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，我肯定要好好辅佐。倩倩小姐，我带您去办公室。都这么久了，资料怎么还没送过来？相关资料怎么还没送来？相关资料被倩倩小姐调走了。倩倩小姐，周氏集团什么时候轮得到她柳倩倩做主了？刘总，您别为难我了，而且这是柳副总亲自吩咐的，我怎么敢不听？爸，柳倩倩明明已经被妈赶出家，爸还把她带到公司。算了，你们把备份的相关资料拿过来吧。好的，刘总。无论柳倩倩想做什么，我都会守好周氏集团。写的什么东西？立刻把这个项目的所有负责人叫到会议室开会。好的，倩倩小姐。她就是董事长的女儿。柳副总在楼下亲自说的，不过这性格确实跟董事长不太一样。希望这位倩倩小姐能像董事长那样厉害，我们也能轻松一点。倩倩小姐，这是石经理，也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，计划书以及后续都由他来负责。石经理，这位是柳倩倩，是董事长跟柳副总的女儿。说说吧，你对这个项目的看法。
我们的原先计划就是以10个亿收购城南的商业街。根据计算，只要这条商业街和周氏……等等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倩倩小姐，这份投资计划书董事长之前也看过，只差最后执行了。10个亿太多了，我看5个亿就差不多了。5个亿？5个亿买下城南商业街，这怎么可能？是啊，这可是石经理好不容易才谈下来的价格，现在变成5个亿，对方怎么会答应？这个价格就连董事长都觉得没问题，上来就5个亿，这……倩倩小姐，5个亿太少了。城南那条商业街是江省人流量最多的，无论是人数还是商业价值，都远远超出了5个亿。花10个亿去买一条商业街，你们脑子里都装了什么啊？倩倩小姐，这个项目董事长已经……你的意思是，我看不懂这份计划书吗？怎么会？倩倩小姐当然看得懂，只是……倩倩小姐，你可能不懂，董事长离开前叮嘱过，这个项目对公司很重要。如果拿下这个项目，周氏集团甚至能够进军地产领域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懂，我可是清北优秀毕业生，我怎么可能不懂？这个项目既然交给我，就要听我的。倩倩小姐，周氏集团虽然涉及多个行业，但唯独地产领域正是我们缺少的。倩倩小姐，根据我们团队的专业分析，5亿价格真的拿不下来。哼，别跟我说什么专业分析，你一个人力总监很懂吗？10亿价格是经过我们和董事长讨论之后定下的，不能你说多少就多少。况且，你知道多少公司盯着这个项目？如果因为你失去这个项目，你知道公司要亏损多少吗？少拿我妈来压我，你只不过是个打工的而已。公司养你们是让你们给公司赚钱的，而不是把钱浪费在这种项目上。倩倩小姐，我希望你说话放尊重一些。我是周总特意为了这个项目请来。请来的又怎么样？说到底不就是钱的问题吗？我把价格压下来，公司不就能省钱了吗？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当总负责人？倩倩小姐，如果我们真出5个亿，对方肯定会把这个项目交出去，到时候肯定会引起其他公司争抢，到那时我们周氏集团的损失就大了呀。损失？项目都没拿下来，哪来的损失？倩倩小姐，您可以向柳副总询问一下。问什么问啊？我爸没交代过你们吗？你根本没有看这份计划书，就在这里大放厥词。别跟我废话，我现在就一句话，5个亿能不能拿下这个项目？5亿这个价格，别说周氏集团，换做任何一个公司都拿不下。还说什么我妈特意请来的，5亿都拿不下这个项目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哼，我是不是周总请过来的？你可以亲自打电话向周总确认。还有，请你说话客气一点。一个不能给公司省钱的废物，还想让我跟你客气？从现在开始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？这个计划书确实不错，计划上面写的是10亿，但最好的价格其实是在8亿左右，而且还可以在一定基础上进行等价交换。如果这条商业街跟我们周氏集团的商场打通，人流量肯定会翻倍。石经理，他就是妈特意嘱咐的那个人？集团内有个石经理，他能力很不错，刚好集团有个项目在，你要向他好好请教。石经理这个人能力确实不错，能让妈特意嘱咐的，果然有过人之处。看来要跟他好好沟通一下，赶紧把这个项目拿下来，不然其他公司肯定要插手。进来一下。刘总，你去帮我把石经理请过来。石经理被开除了。什么？开除？开除石经理？那这个项目怎么办？石经理为了这个项目可是忙了2个月，石经理可是周总好不容易请来的，眼看就要签合同，关键时候却要开除负责人。倩倩小姐，石经理是投资项目的总负责人，不能开除啊！要是开除石经理，这个项目就完了。不就开除一个人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在公司欺上瞒下，背地里不知道吃了多少回口。我开除你都算是轻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已经被开除了，给我立刻离开。你就不怕周总知道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拿我妈压我？你只不过是给公司打工的而已，还敢跟我大呼小叫？从现在开始，这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。我倒要看看
连计划书都看不懂的人，怎么拿下这个项目？你什么你？来人，把他还有他的东西都给我丢出公司！真要开除石经理？不行，我得跟周总说一声。对，还有柳副总。石经理怎么会被开除？因为石经理在会议室得罪了倩倩小姐，所以才……柳倩倩，怎么又是她？石经理已经被保安赶出公司了。你现在立刻去。算了，我亲自去找石经理。赶紧滚，别碍我的眼。柳倩倩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后悔什么？别以为你给公司带来一点业绩就以为自己多了不起。我妈是周月，我爸是柳天辰，周氏集团迟早要交到我手里，你拿什么让我后悔？倩倩小姐，石经理毕竟是主负责人，现在开除他，怕什么？我会亲自写份计划书去谈，到时候对方看到肯定会愿意跟我们合作。太好了，只要合作达成，周氏集团就能更上一层楼。亏我之前还担心，现在只要有倩倩小姐在，这次合作一定会成功。就你还写计划书？有你这种人，周氏集团迟早完蛋。哼，倩倩小姐可是清北优秀毕业生，写个计划书还不是轻轻松松？没错，石经理，你是被周总高薪挖过来的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大本事呢，没想到连个项目都拿不下来。倩倩小姐开除你也是理所当然。周总要是……闭嘴！他们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现在立刻给我滚！好，我走。等等，柳霜，他谁呀？不知道，是公司的人吗？石经理，你那份计划书写得很不错，这个合作还需要你继续推进。你是？你谁啊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凭什么要知道你是谁？这里是周氏集团，你赶紧离开，否则我就要叫保安了。不知道双双在公司怎么样了，应该没遇到什么困难吧？开除石经理，为难双双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周总，事情已经调查清楚，具体的需要您亲自了解。我知道了。来人，备车去公司。叫保安？我们周氏集团开除一个员工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赶紧滚蛋！保安！柳倩倩，你凭什么开除石经理？你在公司任职吗？我的职位是爸亲自安排的。爸，你真以为公司你说了算？我开除个人还需要跟你报备吗？倩倩小姐说的对，保安，你们还愣着干嘛？够了！石经理，你不用理会这些人，项目的事情我们继续推进。柳霜，公司还轮不到你做主，从现在开始，罢免柳倩倩在周氏集团的一切职务。你说解除就解除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就凭我是现任周氏集团总裁。就你还周氏集团总裁？整个周氏集团谁不知道倩倩小姐是周总最喜欢的女儿，总裁位置也是倩倩小姐的。柳副总还特意在工作群交代了，现在你说你是总裁？您真是总裁？柳霜，整个公司谁认识你啊？少在这里丢人现眼，赶紧滚蛋！柳倩倩，别人不知道也就算了，你也在这装傻，需要我给妈打电话确认一下吗？你已经被解除职务了，立刻离开周氏集团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柳霜，你少得意！等我亲自拿下这个项目，妈肯定会像以前一样喜欢我的。你已经被开除了，没有资格参与周氏集团的一切工作。柳霜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又怎么样？柳倩倩，你以为我还和以前一样任你欺负吗？就算你是周总女儿，也不能随便打人呐！没错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两个就跟柳倩倩一样，罢免在周氏集团的一切职务。刘总，您没有必要为了我这样。石经理，把这种人留在公司，就是对您和其他员工的不负责。柳霜，公司还轮不到你做主。我现在是周氏集团总裁，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开除你们这群害群之马。你少在这嚣张，等一会儿爸来了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些话
你还是亲自跟妈说吧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柳霜，你敢！石经理，这个项目还需要你，我们回公司好好商量一下。刘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这个项目。我倒要看看谁敢把我女儿赶走！爸，爸，柳霜这个贱人，他欺负我。柳霜，看我这次不好好教训你。刘副总，明明是他们这些人先要欺负刘总在先。够了！我的女儿还轮不到你来教训。刘副总，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！他仗着自己总裁身份，无缘无故开除我们。没错，他还打了倩倩小姐。柳霜，你竟然敢打倩倩！立刻给倩倩道歉！爸，您难道就不问问发生了什么吗？发生了什么？肯定是你在报复倩倩。我报复柳倩倩？没错，倩倩比你聪明乖巧，你一上来就要开除倩倩，这不是报复是什么？爸，公司那个项目我已经确认了，柳双飞要说我的决策有问题。对，是这样的，你明明什么都不懂，就胡乱决定，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对公司有多重要？你不过是周月找来打工的而已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质疑倩倩的决定？你闭嘴！倩倩已经把你开除了，你现在不是周氏集团的员工，给我立刻离开！爸，我才是现任周氏集团总裁，我有权利主导周氏集团的一切，石经理绝对不能开除，要开除也是开除他们。柳霜，你居然敢这么跟爸说话！你闭嘴！如果不是你，事情会变成这样吗？明明什么都不懂，还要装出一副胜权在握的样子。爸，柳霜他太过分了。刚担任总裁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，恐怕再过段时间，整个周氏集团就你一个人说了算了。爸，他们就是公司的蛀虫，把他们留下来，只会是公司的祸害。够了！我以周氏集团股东的身份命令你，立刻给倩倩道歉，并且把她的职务升到 CEO， 以后重要的项目全部交给倩倩。把柳倩倩的职位升到 CEO， 还向她道歉，甚至还要把公司的重要项目交给她。对，不然我就召开股东大会，罢免你的总裁。他柳倩倩也配？柳霜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可是清北优秀毕业生，论学历我比你高多了。连石经理的计划书都看不懂，还学历？你不配当周氏集团的 CEO。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这样说我！柳霜，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打倩倩！爸，别叫我爸，我没你这种女儿。明明是他们欺负刘总在先，刘总只不过是自卫。爸，柳倩倩对我做的一切您都看在眼里，您为什么还要偏袒她？倩倩还只是个孩子，你身为姐姐不以身作表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动手，我真后悔把你从贫民窟接回来。柳副总，刘总也是您和周总的亲生女儿，你这样说，难道就不考虑刘总的感受吗？我爸为什么要考虑柳霜这个贱人的感受？倩倩说的没错，这么长时间你没有学到倩倩的任何优点，我真后悔把你给接回来。柳霜，还不赶紧把总裁位置还给我？这位置本来就是我的。倩倩说的对，柳霜，你哪里比得上倩倩？我说了，她不配，她没有资格当周氏集团的总裁。柳霜，那你又有什么资格？之前还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，现在装成这样子给谁看啊？我有没有资格不是你说的算。你已经被周氏集团解雇了，请你立刻离开。柳霜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总裁位置交给倩倩。不可能。柳霜，你居然敢跟爸这么说话！好，那我今天就罢免了你的总裁位置。爸，您虽然是股东，但别忘了，股东不能干涉公司运营和职务任免，而且公司大部分股东都是妈一手带出来的。你敢威胁我？你还敢还手？爸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您要这样对我？难道我在您眼里还不如柳倩倩这个养女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一个在贫民窟里长大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跟倩倩比？在我眼里，倩倩比你好100倍。来人，立刻把柳霜还有他扔出去！你们敢动刘总，等周总来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谁来都没用。谁敢动我女儿？谁敢动我女儿？妈，
周总，妈，您来啦。双双，你没事吧？妈，我没事。周总，石经理，辛苦你了，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公司对不起你。周总您言重了，要不是刘总，我已经离开了。双双，你果然没有让妈失望。妈，我放心，既然妈来了，肯定不会再让你受欺负。妈，您总算来了。我今天刚到公司开会讨论项目的时候，姐姐非说我看不懂计划书，还解除了我在公司的职位。对对对，周总，事情就是这样，而且刘总还要开除我跟王景经理。倩倩小姐对公司项目很上心，如果不是刘总，项目已经签合同了。是这样吗？妈，就是这样的，不信您问问爸。是啊，老婆，倩倩说的没错。周总，明明是这些人先欺负刘总的，甚至还让刘总把总裁位置交给柳倩倩。柳副总裁，闭嘴！我们一家人说话，你有什么资格插嘴？妈，我就知道您最喜欢我了。妈，老婆，你怎么能打倩倩啊？柳倩倩，你有什么资格让双双把总裁位置让出来？妈，您说什么？你哪一点比得上双双？还有，谁允许你来公司的？老婆，倩倩已经长大了，是时候在公司历练一番了。我允许了吗？你身为股东，难道不知道不能干涉公司一切职务和决定吗？妈，我可是您女儿啊！闭嘴！我已经说过，我没有你这种女儿。妈，为什么？这到底为什么？您之前那么喜欢我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因为刘双这个贱人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竟然敢骂我的女儿！来人，给我把她赶出去！慢着，老婆，你太过分了！就算倩倩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但你好歹也养了20几年，你非要这样吗？怎么，看到自己女儿被打，心疼了？你怎么也不想想，双双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她被柳倩倩打的时候，你有心疼过吗？你有关心过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到现在，柳天成你还在装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柳天成啊，柳天成，我之前还一直奇怪，明明柳倩倩已经承认对双双做的一切，你竟然还偏袒她。到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她是你的私生女。什么？私生女？什么？私生女？什么？柳倩倩是爸的私生女？倩倩小姐竟然是柳副总的私生女，真的假的？这可是周总亲口说的，不过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还真是惊天新闻啊！私生女跟亲生女儿争夺周氏集团的总裁，谁说不是呢？柳天成，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李秘书，这是你和柳倩倩的 DNA 报告，你自己好好看看。我真是爸的亲生女儿，原来真是柳副总的私生女。怪不得这个柳倩倩这么嚣张啊！怪不得爸之前偏袒柳倩倩，原来她是爸的私生女。双双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叫他爸，他不配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倩倩她……柳天成，你真是好算计，让我替你养了私生女20多年。老婆，咱俩夫妻一场几十年了，难道你就为了这点小事非要闹到这种地步吗？小事儿，你任由你的私生女欺负双双，还不把双双当成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认为这是小事儿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双双。柳天成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在装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老婆，就算倩倩是我的私生女，但我最爱的人还是你呀。柳天成，你这话要是让乔倩倩听到，不知道她会不会再被你气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以为我来之前没有做任何调查吗？柳天成啊，你真是对乔倩倩恋恋不忘。就算她去世了，你和她的女儿连名字里都要带倩倩。乔倩倩，我妈妈的名字吗？你这样对得起妈妈。柳天成，自从我嫁给你以后，我为柳家做了那么多，甚至把周氏集团股份都给了你，而你呢，居然背着我生了柳倩倩这个私生女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不准你提这个名字，你没资格。为了柳家，
你要真是为了柳家，就应该把周氏集团变成柳氏集团。就因为这些，所以你才任由你的私生女欺负双双。当初要不是你发烧，让我去买药，我也不会见不到倩倩最后一面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爸，周月，实话告诉你，其实倩倩对柳霜做的一切我都知道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讨厌柳霜，让你彻底对柳霜失望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把周氏集团的股份转让给倩倩。柳天辰，你居然敢做出这种事！不这样，倩倩怎么能得到周氏集团呢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后悔。爸，为什么？难道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在我心里，只有倩倩这一个女儿。早在你出生的时候，我就想找个机会把你送走，没想到你竟然自己走丢了，这倒是省了我一番功夫。不瞒你说，柳霜在贫民窟的时候，我早就知道，故意隐瞒了她的消息，没想到还是被你找到了。柳天辰，你这个畜生，居然敢这么对双双！事到如今，所有的事你都知道了，你又能怎样？没错，周氏集团也有我爸的一份。好，很好，没想到我周月身边竟然养了你们这两个白眼狼！哈哈哈哈！周月啊，周月，被人欺骗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别忘了，我还是周氏集团的股东。别以为你拥有周氏集团10%的股份，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。来人，给我把他们都丢出去，以后不准踏入周氏集团大门一步。周月，我现在还是周氏集团的股东，你没有资格这样对我。股东，马上就不是了。你没事吧？妈没事儿，妈只是觉得以前自己太蠢，不仅相信柳天辰的话，还对你不好，最后弄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妈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，只是柳天辰和柳倩倩狼子野心，为了吞并周氏集团，竟然做出这种事。要怪也只能怪自己眼瞎。妈，他们没资格让您伤心。双双，你长大了。周总、刘总，这两个人怎么处理？周总，我错了，这一切都是柳天辰的主意啊！周总，柳天辰是副总，他的话我们不能不听啊！我不想再看到他们。周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周总，李秘书，董事长，立刻通知所有股东开会。是。柳天辰，你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吗？任由你的私生女欺负双双，现在轮到你了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赶紧离开，否则等周总看到，饶不了你们。爸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不用担心，我现在还是周氏集团股东，他们想替我出场，不可能。爸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商业街那个项目入手。没错，周月想拿下城南商业街，没那么简单。我们现在就去找李总，他可是惦记城南这个项目很久了。爸，您放心，城南那个项目书我已经看过了，绝对不会让柳霜那个贱人得逞。不愧是爸的好女儿。爸，我现在就回去写份项目计划书，我相信只要他们看到了我的计划书，一定会选择跟我们合作的。周月，你等着吧，周氏集团迟早有一天会变成柳氏集团。双双，城南商业街的项目怎样了？我觉得价格可以在8个亿左右，而且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进行资源整合。继续说。商业街跟我们周氏打造的商场很近，一旦进行连接，人流量肯定会翻倍，对我们周氏集团来说只有利益。没想到刘总居然想到了这一步，刘总的想法和之前周总说的一样，不愧是周总的女儿。双双，你分析的很有道理。妈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赶快去签合同？双双，你要知道8个亿确实对公司更有利，但你要想一下，对方恐怕对这个价格不满意。既然这样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做？我明白了，这个项目对我们周氏集团的利益更大，对方肯定会把价格抬高。但为了让周氏集团能够进军地产领域，10个亿也可以，不止10个亿，甚至20亿都行。很好，那双双，你和石经理全负责跟进这个项目，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签下合同。妈，
柳倩倩知道这个项目，她会不会从中作梗？就凭柳倩倩那个蠢货还做不到。不过双双你说的也对，柳天辰应该会拉拢一群人，一起瓜分城南的项目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打价格战。那我做2种方案。好。李总，这么着急找我和刘总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是啊，我可是特意推掉了会议，专门赶过来的。叫你们来肯定是有好事。二位知道城南的那条商业街吗？当然知道，那可是江省重点关注的项目。难道李总也想争取一下？据我所知，城南那个项目，周氏集团一直跟得很紧，而且好像快要成功了。我当然想争取一下，这么大的利润，难道二位不想吃这块蛋糕？李总，那可是周越，你能从周越的手里把项目抢过来？我是没办法，不代表其他人没有。进来吧。柳天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李总，这就是你说的办法？李总，柳天辰和他私生女的事儿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才叫你们一起来争取城南这个项目。原来李总是打的这个算盘。我还真以为李总想跟周氏集团联手。周氏集团本来就是江省最大的公司，就算合作又能赚多少呢？那倒也是。如果让周氏集团拿下城南这个项目，以后二位的公司可就要遭殃喽。周氏集团本来就已经是龙头企业了，要是再让他拿下这个项目，我们肯定会被排挤出去的。没错，不过我们到底要怎么做？正因为柳天辰跟周越闹翻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。闹翻了？那周氏集团内部的事儿，他还能知道？别忘了，我还持有周氏集团10%的股份。你就不怕周越找你的麻烦？怕？你把周越想的也太厉害了吧！既然我今天来了这里，自然有办法让你们拿下城南的项目。什么办法？说正事之前呢，我想知道二位是不是真的想拿下城南的商业街？柳天辰，你是在说废话吗？城南项目那么大的蛋糕，谁不想插一脚？说说吧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？想拿下城南的项目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在价格上比周氏集团高就行。周氏集团的价格是多少？10个亿。只要超过10亿，我相信一定能够拿下城南的商业街。柳天辰，你确定？如果是真的，我们就能拿下这个项目。你能确定吗？当然，我女儿亲口说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应该好好商量一下具体事宜。不过呢，你们不能亲自出面，否则周越会知道。所以我们要成立一个新公司。说得对，那就按柳天辰的意思办。我还有一个条件，你们也知道我跟周越的恩怨，所以这家新公司得叫柳氏集团。没问题。我们也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拟合同吧。周越，等我把项目拿到手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爸，怎么样了？放心，都解决了。为了这次项目啊，我可是把所有东西都抵押给银行了。明天城南商业街的黄总会举办宴会，那将是我们的机会。太好了！只要拿下这次合作，我们柳氏集团就可以名动江省。到时候，我要一点一点把周氏集团从周越的手里夺走。到时候，我一定要让柳霜那个贱人跪在我面前。爸，看来这些老总今天都很想拿下商业街的项目。倩倩，待会儿一定要好好表现，不要让爸失望。爸，您放心吧，这份计划书是我亲自写的，只要那个什么黄总他不眼瞎的话，就一定会跟我们合作的。那就好。柳副总，不对，应该是刘总。短短1天内，柳氏集团的注资就高达了15亿，刘总真是有魄力啊！听说刘总对黄总这个商业街项目势在必得，刘总要是签下合同，要是有什么用得到的地方，尽管说。
不错，还希望刘总接下来能够多多支持。各位放心，只要我跟着黄总签了合同，到时候一定联系你们。爸，这些人知道你今天肯定会跟黄总签合同，就一个个的过来巴结。倩倩，等咱们柳氏集团彻底站稳脚跟以后，公司还是要交给你的，所以你今天的表现一定要亮眼。你还放心不过我吗？你可是爸最骄傲的女儿，爸当然放心了。刘总，你今天可是出尽了风头啊！李总哪里话？要不是有3位，我柳天辰哪里能注资15亿给柳氏集团呢？这是我们3家公司目前所有的流动资金，都给你了，一定要成功啊！是啊，刘总，一定要合作成功。几位放心，商业街这个项目肯定是我们的。就算周烨和柳霜那个贱人亲自来，他也抢不走。唉，那就好。要是让周氏集团跟黄总签约，那我们就寸步难行了。没错，不过刘总既然这么有信心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好多人啊！今天是黄总决定这条商业街到底跟谁合作，基本上整个江省的权贵都到齐了。等黄总看到我们的计划书，一定会同意跟我们周氏集团合作的。刘总为了这份计划书，真是亲力亲为啊！双双做得不错。周总，您看那边，他们2个怎么会在这里？走，我们过去。哟，周总亲自来了。看来已经有把握拿下这次合作了。我周氏集团家大业大，不像某些人，连注册个公司都需要其他人帮忙。除了2个人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周月，你什么意思？怎么，离开以后连脑子也不好使了，话都听不懂？周月，你别太嚣张。等我们拿下项目，有你们哭的。柳倩倩，你虽然被赶出家门，但妈好歹养了你20年，你就是这样说话的吗？够了！不要在我面前装好人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样子，每次看到都让我恶心。你一个私生女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嚣张？就连柳天辰都不敢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周月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过分？我做的事还不如你柳天成半点。周月，你给我等着！倩倩，我们走。妈，他们看起来很有信心的样子。柳天辰和柳倩倩几斤几两，我很清楚。他们想拿下这个项目，完全不可能。刘总，您放心吧，商业街这个项目一定是我们周氏集团的。妈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。爸，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们。等我们拿下项目，爸一定让他们好看。我要让周月后悔，错过我是他最大的损失。倩倩，你准备一下，黄总马上就要到了。好，黄总来了。这就是黄总，没错，这是黄总在江省第一次出面。看来黄总对这次商业街的项目很是看重啊。诸位，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晚宴，希望商业街的项目能给我们江省带来新的提升。好。像黄总这种有身份的人都能亲自出席，足以看出对这次合作的重视啊！没错。你们是谁？黄总，我是柳氏集团的柳天辰，这位是我女儿柳倩倩。黄总你好。哦，你就是任由私生女欺负自己亲生女儿，后来被周总发现的那个柳天辰。黄总，我想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啊。有没有误会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这应该是周氏集团故意传出来，抹黑我们柳氏集团。我听说柳氏集团对这个项目很有信心啊。对，黄总，我女儿亲自做了一份计划书，您放心，绝对比周氏集团的诚意更高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等宴会开始吧。黄总，好久不见。周总，好久不见。周氏集团在你的领导下可谓是蒸蒸日上啊。我已经卸任总裁，现在双双才是周氏集团的总裁。最近的事儿我听说了，刘总对这个项目好像也很有信心啊。我相信除了我们周氏集团，再没有公司有实力吃下这个项目了。不愧是你的女儿啊，
就是这么自信。周月怎么会认识黄总？认识又怎么样？我这个计划书写的这么好，但凡他看过，一定会选择我们柳氏集团。没错，不能让周月抢先。黄总，周氏集团的报价实在太低了，我们柳氏集团绝对比他们高。您只要看了我们的计划书，绝对会选择跟我们柳氏集团合作。柳倩倩，你竟然敢泄露我们周氏集团的商业机密！商业机密？我说什么了吗？黄总，这是我的计划书。你对你的计划书很有信心啊？那当然了，我可是清北优秀毕业生，这种计划书我轻轻松松写出来的。既然如此，双双，黄总，相信您看了这份计划书后一定会满意的。不行，你这个贱人，黄总应该先看我的，他只要看了我的计划书，一定会跟我们柳氏集团合作的。倩倩，柳天辰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女儿。黄总，这个小孩子不懂事，您千万别跟他计较。黄总，既然他们这么有信心，不如就先看一下。妈，看来周总对他们的计划书也很有信心啊。我这份计划书啊，但凡不眼瞎的人，绝对会选择跟我们合作的。周月，你就等着周氏集团变成我的柳氏集团吧。是吗？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柳倩倩到底是什么货色。你就趁着现在赶紧嘴硬，等一会儿黄总答应了，你跟柳霜那个贱人就等着哭吧。够了，黄总，怎么样？我们什么时候签合同？柳天辰，这么烂的计划书你就想跟我签合同？你看不起我？怎么会啊，黄总，这可是倩倩亲自写的呀。就这种东西，我随便找个大学生闭着眼都能写出来。柳天辰，你哪来的自信？姓黄的，你是不是眼瞎啊？我这么好的计划书你看不出来啊？你闭嘴！倩倩，怎么跟黄总说话呢？哎呀，黄总，他是个小孩子，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哎呀，爸，我这计划书写的这么好，明明就是他眼瞎，不然但凡是个人都能知道我这计划书写的有多好啊！来人，把这两个人给我赶出去，待在我面前碍我的眼！哎，等等，黄总，既然这样，要不你先看看柳霜的计划书吧，我敢保证，她绝不如我们倩倩。柳天辰，你哪来的自信？你闭嘴！柳霜这个贱人怎么可能比得上我？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！你如果再这么跟我妈说话，我就不是打你这么简单了。柳霜，你无论什么地方都比不上倩倩，就你这计划书还能比得过倩倩吗？我倒要看看你现在该怎么应对。这份计划书写得很不错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黄总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对啊，黄总，您是不是看错了呀？你们这是质疑我？不，我怎么可能质疑黄总？但是什么但是？他写的东西你也敢拿来给我看？滚出去！这不可能！我们柳氏集团给的价格可是15亿，他们周氏集团最多10亿，你凭什么不选择我们？柳倩倩，你果然泄露了我们周氏集团的商业机密。别跟我说这些，整整5个亿的差价，你凭什么选择柳霜这个贱人？柳倩倩，你真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吗？这么多年，你除了花钱就是花钱，有什么事情自己亲自做过？不然我为什么让黄总先看你的计划书？因为我知道你一事无成。这不可能，是他眼瞎！没错，倩倩说的没错，倩倩怎么可能比不上你的女儿呢？两个蠢货，你们自己好好看看。10亿！你是不是眼瞎啊？5个亿的差价，你钱都不赚，你蠢啊！连计划书都看不懂，还想跟我签合同？继续附加10亿，这不可能！周氏集团不可能有这么多流动资金。你是不是看错了？20亿，这不可能！柳天辰，周氏集团全是我在打理，
你跟你这个蠢货女儿一样，有什么能力管理这么大的公司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还能看得懂计划书，而你这个私生女连看都看不懂。完了，完了，这下怎么办？如果商业街的项目签不下来，那我们的资金怎么办？都怪这个该死的柳天辰，如果不是他，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就是看准了我注册柳氏集团15亿，所以才临时改的吧？你跟柳倩倩是什么货色，我很清楚，你还没有资格让我关注你。这份计划书是双双亲自写。不可能，这绝对的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比不上柳霜呢？这肯定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！柳霜的计划书详细写了合作后的情况和利益分配，甚至还包括了后续的追加投资。而你的计划书除了15亿，其他都是垃圾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完了，柳氏集团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黄总，合作的事情以后就由双双对接了。当然，不过今天宴会咱们就先不谈工作了吧？老同学是不是该好好聊聊天啊？你们竟然是同学！我就说嘛，我怎么可能比不上这个柳霜？原来你们两个早有一腿，怪不得，肯定是这样。周总，这就是你养了20年的女儿。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错误的决定。不过，以后有双双在，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。妈，我会一直陪着您的，乖女儿。周月，你个贱人！就像倩倩说的，你早就跟她有一腿是吧？把嘴放干净点儿！真不知道周月看上了你哪一点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不跟周氏集团合作，也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。谁报的案？是我。这2个人泄露我们周氏集团的商业机密。泄露？你有证据吗？没错。要证据是吧？石经理，这是会议室的监控和第一份计划书，你们检查一下就能发现线索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和双双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，孝顺姐姐。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啊？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怕了。想让我原谅你们，不可能。对了，等你们进去以后，我就会起诉离婚，你们还是好好准备一下吧。双双，我可是你亲爸呀！求求你了，你就这样看着他们要把我带走吗？亲爸，当你亲口告诉我你知道柳倩倩对我做的那些事情之后，你就不是我亲爸。姐姐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嫉妒你，更不应该诬陷你，你就原谅我好不好？柳倩倩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好了，既然有证据了，那么请2位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带走。终于安静了，老同学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好好叙叙旧了？当然。双双，以前是妈做错了很多事，以后妈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没有，妈，那些都是因为柳倩倩，我从来没怪过您。母女没有隔夜仇，更何况有些人已经受到惩罚了，你们俩应该开心啊。